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佳老师。你好，我是佘先生。你不是很喜欢机器人大战吗？我很喜欢啊。你有玩过哪些机器人大战？小学2年级的第2次机器人大战 Game Boy 哦，你知道 Game Boy 吗？我也有，我比你还老哎，真的。再来第4次啊，第4次是超人的啊，然后到后来阿法，第2次阿法，第3次阿法 OG 啊 ，OG 系列我也非常的喜欢，就是他们的原创 OG 就是这些原创机开始都是主角机，然后他后来把所有的主角机都聚在一起，然后做成一个自己的机器人大战。对，虽然它比较冷门一点，可是因为里面的机体都设计很有特色，都很帅，很有名的古铁啊，这你做的？这一支很久以前就做了，刚出来的兽屋的古铁，对，然后后来你又做了这个古铁巨人，这也是兽屋的。古铁巨人完就做了这个，没有，其实有做很多次，还有做白骑士啊，变异白骑士啊，没有做白骑士，也有做变异白骑士，对啊。还有嘞，古人加斯特34啊、04啊，这个都有做。其实这个系列有做了蛮多支的。那后来最近做的比较新的就是 R1，这个系列就是我们很期待它的那个大合体的 R2、R3强化型过来。对，SRX。在此之前，最近出了一支很红的机体，你知道吗？多红？你知道是哪一台？该不会说的是其实是钢弹，但又不是钢弹的小鸡巴？对，我为了你去市场买了特别去买了市场买模型啊。小鸡巴要去哪里买？小鸡巴，但是去模型店。去模型店买，对。它到底从哪里练会练成小鸡巴？这个看起来是修葛拜因吧？对，好像是德文还是什么鬼？我觉得应该是这一盒的关系耶。为什么？因为它是 X 消西杯是吧？你都在攻啥？算了，我们不知道。这台就是你这一台耶。对，这个也是兽屋的。对，这也好久了。其实当年还蛮新的，现在不知不觉也变得很老，很帅耶。这只很帅，这一只就是 X 爱因 X 凶鸟啦。其实现在万代出了这一只 HG 的凶鸟，其实凶鸟这机体故事蛮多的啦，因为它以前做的实在是太像钢弹了。对。然后以前钢弹的版权公司在创投。对。然后机器人大战你就推出这好像是当初是拿 OP 设计的谁？卡托皮设计的。对。然后他就设计一只很像钢弹的凶鸟。他的凶鸟有一阵子就戴眼镜，像这 X 爱因就是戴眼镜，戴眼镜就会比较好像比较没那么像钢弹。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像版权又被万代收回去还是什么的，不知道，反正不清楚啦。现在凶鸟又复活了，眼镜又可以拿下来。对，然后你看，其实有天线 V 字的天线，眼睛还有那个嘴巴，把它涂成白色，就是新钢弹，而且还是卡版呢。好，那我们现在就请这个佘先生马上帮他涂成钢弹配色。没有啦，没有那回事啦，名字要涂你自己涂啦，要涂你自己涂啊。
我们又多一只小鸡巴了，高兴吗？凶牛，不要再讲什么小鸡巴了，好不好？你才小鸡巴，你全家都小鸡巴。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们2只差这么多？它是 MK2 马克兔，然后后来那凶鸟有很多只。其实光是马克兔就有3只啊，后来有一些缘故，后来变成，我很期待它换代会出马克3。马克3有一个很传奇的形态，就是拳击手跟Boxer 跟Boxer，那个真的很帅。那个马克3现在万代已经解禁它的版权了，搞不好出了我就自己买来给小江老师做。不是。你那么那也给你做好了。我们等一下再说它的制作过程。我们现在赶快先回顾一下哈，就是说，那个超级机器人大战，我玩到30的时候，我觉得那一集好好玩很好玩啊。就是有钢弹嘛，对啊，然后有这个是没有30没有30没有它是30的前面。哪一代忘记？前面反正有一个专门的主轴，全部都是这个。对，好像是 X 还是对，他们有一代是这个，然后30还有 DL、Ultraman 对，奥特曼。我很喜欢这2个，甚至还有上面的大手的勇者王，我就是从机器人大战里面认识那一只大手的。对，所以这个机器人大战里面，如果我们要把它做齐的话，它其实很恐怖说真的，这后面的墙除了这一个之外，其他全部都在机器人大战里面找得到，几乎都有，很可怕哦。就是反正这个系列它其实真的是很丰盛。对。然后蛇先生跟那个布莱达师傅又是 OG 的这个粉丝死忠粉啊，对，每一代都。所以我从来没有逼他做模型，他就自己很想做。我只有骗他说，台中有那个很好吃的蛋饼皮。然后还有东山鸭头、麦克鸡块，所以先把你骗过来，然后就拿模型给你做，一集接着一集，拿糖果骗小女孩的感觉啊！我们这一集先回到这个机体制作，给大家讲解一下你做了哪些事情，好不好？好，讲一下。这其实基本上还是做了一些无缝啦，像是分件，在影片里面我都有示范一些无缝的方式。虽然这是万代出了 HG， 而且这一只机这个套件。怎么样？很贵。它以 HG 的方式 ，HG 的程度，但是它有将近卖台币快1000。可是你以它表面的细节，你不会觉得它是很单纯的。它的表面这些东西零件分色给的很不错，可是它的无缝也是蛮暴力的对半开。对啊，所以其实。当然，如果你开无4把的话没关系。可是说实在，我觉得以快要将近 MG 的价钱来说，有一点贵。然后它的开模方式零件其实说真的也不多，它光加来4、5片而已。对啊，可能贵在版权，有可能不一定。对啊。不过做起来还是非常的帅气啊！在涂装方式啊，我用了你的绝招，用你的。丝斑涂装吗？是叫丝斑涂装吗？斑驳涂装不是丝斑涂装哦。斑驳涂装就是让它有那种战斗过的那种褪色，不规则的褪色，很像丝斑。风吹日晒雨淋，丝斑，他们会站在那个，他不是常常出去一下子从水里面啊，对，飞到水里面或在空中，然后在地面上嘛，对。这些过程你有打 OG 我有打对，然后会造成它的装甲上面有一些不均匀的掉色，对，就会很像丝斑褪色了不，斑驳涂装好了，哎呦，没事。那这次是怎么做的？大概讲一下。这次就是利用我们的遮喷板，在底色暗的底色上面喷上那个遮喷的那种像迷彩一样的效果，之后再用上面的表色慢慢的渐层式的去叠上去，在比较阴影的地方叠比较深，在高光处的叠比较薄，然后造成类似像是高光的涂装的效果。这样很有质感哎。对，其实我觉得你做完，我不会觉得它是 HG 哎，我觉得它是很扎实的，有可能类似 RG 或者是 MG 那种感觉。它很像 MG， 只能说套件的不足。要有技术来弥补，要有技术来弥补。那它跟兽屋做起来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兽屋的零件会更多，
然后换代的感觉零件少了一些，但是它两者都还是一样啊，要做很多的无缝处理啊，基本功的处理。可是因为这个机器人大战这个系列，我皮体的造型设计我很喜欢，所以即使直接做起来不做什么特殊的改造，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帅啊，超级帅。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那种机体设定啊，都已经有点，就是一个面它都变成6个面、8个面，但有些机体它维持这样，还是有它的还蛮好看的，古典的美的。对，这个我觉得是耐看一辈子的这种造型。对啊，虽然它在原作里面并不是特别强的机体啊，对，但是至少他亲戚很强，他亲戚很帅。对了，接下来机器人大战系列万代又要出的是大钱卡超大一支箭那只是重出哦。以前兽屋出过以前兽屋出，然后兽屋还有出过144的，对，兽屋的热玛一体我们有啊，热玛一体有，你要做吗？我做过了。你做过了，做过了。对，那只你也做过了，没有做过。然后144我没做，144听说那么大只，哇，现在买不到。所以万代出了大钱卡，但是应该是它过一阵子可能就会出风云再起。不是风云再起啦，这是一只叫血马，对，龙卷血马，一只黑色的马，它可以变成机器人，还跟龙珠一齐刀闪，有机会，好期待哦！出的话，我个人再买一台给小江老师。你已经包机器人大战了，我现在我又包了，我自己承包哦。对，那你要付什么东西给我啊？就是你上次有吃东山鸭头麦克鸡块嘛？又要种大蛋饼皮打发我了吗？蛋饼皮，还有台中还有什么名产？弹指水煎包，往上走的传奇水煎包。往上阿志都是吃那个长大的，阿志都走上面，阿志都往上走去买。阿志每次暴露都说往上走，真的，弹指有一家水煎包，你没吃过，超好吃的。你的水煎包有一面是。好了，不要再讲这有了没有了。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很期待这个超级机器人大战的系列能继续出，把它全员到齐，一个都不能少。当然啦，如果你也很喜欢机器人大战，欢迎分享、订阅啊，然后帮我们来知道，要不然流量好惨。小千老师都说要关掉这个系列了，我不会关掉，他名字这么特别，对不对？好，今天就这样子啊，各位再见了，拜拜。